网曝新舟700客机首飞成功，这款遭到西方发动机断供的客机为何能成功首飞？新舟700此前遭遇到什么？新舟700首飞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在不久前的珠海航展上，有消息称，航展期间，中航工业成功成交200架新舟700飞机，成为此次航展中卖出的架次最多的飞机。所谓好事成双，根据中文互联网的消息，新舟700飞机在9月末的时候首飞成功，这意味着中国民航客机走出重要一步。新舟700作为中国民航两干两支的重要组成，与 C919、CR929、ARJ21 客机一同构成未来中国国产民航客机体系。新舟700主要定位于800公里以内中等运量市场航空运输业务，其时速最大可达637公里，能适应复杂的气候条件与地形环境，适合在高原地区与高温地区起飞，起降距离短，适合复杂的山地，耗油量低，维护成本低，使其在全球同类产品中更具有竞争力。而新舟700的生产商中航工业西飞此前已经研制出了新舟60与新舟600这两种低端与中端的支线客机。新舟700作为高端支线客机，它的出现填补了中国民航客机在该领域的一项空白。然而此前外界对于新舟700的前景却并不看好。虽说早在2006年新舟700就正式立项，历经15年的研究技术已经基本成熟，但新舟700面临最大的问题便是发动机遭到国外断供，没有发动机可用。2017年，中航工业与著名航发企业普惠公司旗下业务部门普惠加拿大分公司达成价值30亿美元的采购协议，将从普惠加拿大采购 PW150C 涡扇发动机作为新舟700的专用发动机。然而在2018年，普惠加拿大公司开始向加拿大当局申请获取出口许可，然而至今加拿大当局都没有批准向中国出口 PW150C 涡扇发动机，并且也没有宣布截止日期，因此这笔交易恐怕会被无限期拖下去。至于为何加拿大政府要对新舟700的发动机发动禁运，加拿大当局给出的理由是，由于存在工业间谍活动的风险，当局担心知识产权被盗，此外也担心这些引擎用于军事目的。这一套说辞是不是觉得很熟悉？以往西方对中国实行技术禁运，基本上离不开这套说辞。当然，其实加拿大当局醉翁之意不在酒，之所以要断供中国的发动机，真正的目的其实有2个，一是为了讨好美国，配合美国对华贸易战。2018年3月23号，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而这也正是打响了中美贸易战的第一枪。也就在同年，加拿大当局扣押了准备发往中国的30亿美元发动机，很显然是在配合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从接下来几年加拿大表现就不难看出，加拿大政府一直充当着美国针对中国施压的马前卒。因此，扣押发动机事件或许是加拿大当局敏锐嗅到接下来几年中美关系变化的趋势，提前向美国送上投名状，又或许就是美国在背后唆使，指使加拿大当局做出这样的决定。毕竟同一年，加拿大当局还在美国的授意下拘捕了孟晚舟。当然，除了中美贸易战的因素，加拿大当局另有一个目的，就是打压中国的支线飞机产业。我们知道，民航客机市场有2大巨头，分别是美国波音与欧洲空客。而在支线客机市场同样有2大巨头，分别是加拿大庞巴迪与巴西航空。很长一段时间，加拿大庞巴迪与巴西航空都基本垄断了国际支线客机市场。在站稳位置之后，既得利益者对潜在挑战者自然会想尽办法打压。比如同年在2018年，庞巴迪就以窃取商业机密为由，将日本三菱重工告上法庭。而当时三菱就在研制自己的支线客机，而庞巴迪一些产品与新舟700又有直接竞争关系，再加上新舟700此前很是高调。在2010年珠海航展期间，中航飞机公司副总经理王永生表示，新舟60客机已经销往除美欧外的世界大部分地区，包括非洲的津巴布韦、加纳、南美的玻利维亚和亚洲的菲律宾、印尼和老挝等国。更先进的新舟700型客机的目标，则是在全球涡桨市场中挑战份额第一。这种70到90座的支线客机经过全新设计，未来将销往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全球市场。
新舟700要挑战全球销量第一，加拿大人可就不爱听了。说白了，加拿大政府不希望新舟700在他们虎口中夺食。在加拿大发出禁令后，新舟700的研发的确受到很大影响。按照原计划，新舟700会在2020年12月首飞，但由于发动机断供，计划的首飞时间自然无法实现。很长一段时间，新舟700也就此消失在大众视野中。很多人认为，恐怕这架飞机将成为历史。对于中航工业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坏消息。发动机的事情没有下文，但又不能让新舟700比计划时间首飞晚太多。因此，此时已有国内外11家客户签订了共285架新舟700的意向订单，包括尼泊尔、巴基斯坦、巴林、南非等国家的航空公司。如果新舟700首飞要推迟了，恐怕大量客户就此流失，这个项目无疑只会亏本。但或许谁也没想到，新舟700的首飞计划仅推迟了9个月，完全在可接受范围内。但是 PW150C 涡扇发动机依旧被加拿大当局扣押着。新舟700究竟靠什么飞起来了呢？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在新舟700发动机遭断供后，中航工业紧急启动了备用方案，采用了一款国产发动机解决新舟700没有发动机的问题。有人认为是中国重新启用了此前下马的涡扇6发动机。涡扇6发动机功率不足，油耗太大，维修周期太短，都使它不适合作为客运使用。因此，中国可能专门为新舟700研制了一款发动机。在2018年的一篇报道中，我们似乎都能找到答案。2018年5月10号，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在湖南株洲召开民用涡轴涡桨发动机供应商大会。而在这次会议上，中国航发公司首次披露了 AES-100 民用涡轴发动机和 AEP-500 民用涡桨发动机。其中 AEP-500 发动机正是为满足涡桨支线客机、中型货运飞机等平台对动力装置的需求。按照计划，这台发动机于2020年完成首台验证机试制和试验。2018年正是加拿大针对 PW150C 涡桨发动机发动禁令的一年，而此时中国航发企业启动新型涡桨发动机的研发，恐怕就是为了应对加拿大人的断供。新舟700解决发动机的问题，打破3年断供，对于中国人而言的确很提气，同时也为接下来准备交付的 C919 飞机开了个好头。因为在去年的时候，美国政府也一度传出要将 C919 客机所使用的 LEAP-1C 发动机断供。这款发动机由美国通用公司制造，尽管最终美国收回了禁令，但这次行为更像是一次警告，谁也不清楚下一次禁令何时到来。而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中国航发公司同样在研发长江 1000A 发动机作为替代方案。从目前的报道来看，长江 1000A 发动机的研发还算是顺利。当然，除了航空发动机，包括芯片、光刻机、航天器材、高精度机床、合成材料等多个方面，西方或多或少都会对中国实行禁运政策。但中国如今的工业体量，对于打破这些技术垄断似乎很有信心。